抓紧找！人呢？不见了。当初若是追究下来，我们都没好果子吃。是。走。郑源，关窗关门，防偷防盗。关窗关门，防偷防盗。郑公为何派人追杀我？杀人了！啊！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杀人了！叶平安，这名字有些耳熟。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郑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。 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。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择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 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是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补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嗯，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。 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。 别耽误时间了，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！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也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 你出身芒高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，文宇，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 这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，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
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摸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康州元年，圣上即位，深化士族意志之策，引发黎武之争。当时酷吏横行，右相遭酷吏揭发，因梦获罪。此事一出，朝野内外一片哗然，百姓自此谈梦色变，生怕祸及己身。为医女叶平安，反其道而行之。别过来！我杀了你们！说，你受何人指派，竟敢当街闹事？我是兵，老子是兵。兵，那就对了。誉王李科起兵犯上，刚被绞杀，此人定是李科的逃匿残兵，将叛贼拿下。是。为兵者，须听令。你是谁？无声，我乃大将军，你不认得了吗？将军，我不认识什么将军，我一直跟着吕帅呢。你的吕帅正在跟这些人作战，这些人你总该认识吧？华成辉我都认得，这帮硕大的狗杂种，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！他癔症发作，衍生幻想，但从他言语可以得知，他曾在武将军麾下抵御硕丹，绝非李克叛党。你又是谁？民女新医叶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。心仪。李科叛党已伏诛，回去给你们每人祭过。是。胡生，战后神志受损，
受惊后嚎叫、抽搐，一声唤响，将周围人视作敌军，有伤人倾向。今日大街上盲沟人突然发狂，肯定是被你下了咒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按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走路摔个跟头都要赖我头上？你，去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搬不搬走？你要是不搬，我就烧了你这衣馆！烧了这衣馆！你不妨试试。胡说！太吓人了！我倒数3声，你们所做过的噩梦，都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。3、2。巫女要下咒了，大家快跑！早就听说圣都有个巫女能窥梦医人，跟她闲聊几句，病就能治好。医者本就源于巫师，不过像他这种人，用巫术这种伎俩骗百姓的救命钱，那天就是被烧死了，那也是活该。龙门赛取鱼跃龙门之意。参赛的盲沟贱民都是些天生贱种，比起武来不惜命，只管以武取悦诸位贵人，不论死伤。比试者各代表红白双方，胜者及其子女可摆脱贱疾，分得田地，重获新生。下面有请2位盲沟双生兄弟一决高下。比试开始！正宫面色不佳，可是那夜不能寐的怪病还没医好。无妨，坊间都在议论，官拜右相的傅生君做了个梦就被赐死，实在亘古未有啊。只因做梦，他梦见的可是叛贼李克登上圣上上朝的战鹿殿。此时做这种梦，是狂中狂，忌中忌。哦，下官明白了，这圣上此举，意在杀鸡儆猴。多谢杜公体贴。圣上下令筹措的库储军饷，征收的如何了？此次军饷共征得8万5千两，还有不到4日，便可运到圣都。下官报上去8万两。你行事小心些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下官明白。行了，左补学郑元近来身体如何？听说他患了一种夜不能寐的怪病，看了好些医师也未见好转。我压白的，我也压白的。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军饷的事。户部已经将账目上报给朝廷了，都粮差人唤我过去。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没有了盲沟贱民，还是双生兄弟打得有看头，没打死啊，可惜了。恭喜红方获胜，就此脱离贱籍，分得田地。
叶新一，我是郑补缺府上的侍女。叶新一，郑补缺邀你到府上做客。今日不问诊，改日再来吧。叶新一，郑补缺邀你到府上做客。叶新一，郑补缺邀你到他府上去。你怎么？哟，原来你这只鹦鹉除了说那几个字，还会说别的呀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还要去府上，这价钱嘛……进来。郎主，叶新一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。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，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有我带你进京，你个小小的试验，怎么能坐到左不缺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督公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。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。若是你能告诉我跟她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，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。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
悲，赤壁长缨无事心悲，远远遮住正在桑田。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杜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杜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杜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奉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邙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正场上谈生意？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郑公为何派人追杀我？这名字有些耳熟，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症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在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
哎，醒醒！谁？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是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不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。别耽误时间了。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又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高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。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摸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袁嗣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嗣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少成，阿爷，小心！
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思成的恨来自袁思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思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思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拥一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，可活；找不出，依旧是死。1日？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1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渊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手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
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补阙遇害的时辰，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嗣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害出萧进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害郑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一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补阙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，否则这半个时辰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嗣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什么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嗣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一次案吗？文宇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离府之人。是。司城，撤！经查，昨夜离开郑元府的有2人，家仆萧全已死在郊外，侍女心儿不知所踪，只知她颈上有块梅花状胎记。这就是案发后逃离郑元府的家仆萧全。是，上官。这些线索断了。那个侍女心儿，能找到她吗？若是她真的参与了刺杀郑元，估计下场跟这萧全差不多。若是她侥幸活了下来，此刻估计已经逃出了城。现在已是有证，离宵禁只剩1个时辰了。文宇，你带着管家去核实一下这萧全还有心儿入府前后的情况。是。你跟我来。不如我们趁最后1个时辰去盘问一下打更人。我看不必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那墓碑上该刻什么字吧。司城，曾轩求见。曾公，这么晚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司城，且看。怎么样，丹心？有趣吗？很尽兴。我按你的安排，混进郑元府1年多，总算取得他的信任。3年前，我看到郑元收到度量贪墨的密信，便连夜给度量传信，让度量知道郑元拿到了他贪污的罪证，成功离间了郑元，并且特意加重了让郑元失眠的药粉。等你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引起他的注意后，民女心一夜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，顺势引导他来找你看病，同时让度量的暗桩发现。郑元被灭口后，如你所料，
你成了度娘眼中最合适的替罪羊。你可以赎罪了。我按计划变换身份四处散播关于你的谣言，终于引来圣上的召见。圣上宣召！我这替罪羊扮的还不错吧？我这假侍女演的也不赖啊。这第一步棋算是下成了，该准备下一步棋了。度娘怎么也想不到，郑源还留了个后手，居然写了封举告贪污军饷的告密信，给了他的好友曾轩。由郑源的好友举告度娘杀人灭口，才更具说服力。我阿娘还在家等我，你不是说我唱完曲就放我回去吗？哎呦，你瞧这小磊叔，我见犹怜，干嘛要走啊？这多煞风景啊！你就让我走吧，我肯定什么都不会说，什么都不会做的。哦，那你走吧。谢谢官爷，谢谢。师爷辛苦了，杜县尉说这个小丫头就给您慢慢享用。朕恭清风俊杰，忠义双全，呜呼哀哉。变白衣为黑时，刀上一为霞。凤凰在怒兮，居无山屋。同绕于世兮。我今夜一路跟着曾轩出府，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长乐街，都怪我盯梢时被他发现了，让他把我给甩掉了。别急，长乐街以西是李仆射府邸，他怕度娘，不可能去。以南虽是梅相府邸，但他官职低微，很难见到梅相。还有就是袁绍成府邸，时人不知袁嗣成为父党派，度娘又一向瞧不起出身卑贱之人。若你是曾轩，你会去哪里？他钻进了袁府，所以我们只要在外面等他出来便好。没错。好了，胎记擦干净了。这下好了，他们到处找，脖子上有胎记的心啊，可只能到梦里找了。对了，圣上对你态度如何呀？你不知道，今日你面圣时啊，我一直在给你卜卦。姑母，放心吧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嘛就是一个被冤枉了的倒霉蛋，谁能想到我才是做局之人？那你还得万分谨慎。如今郑源一死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这城里的百姓对你啊，那是又憎又怕。这第一颗棋既然已经下了，就必须要下到终局。度娘贪墨的那5000两军饷，上面有印记，他一定会找地方熔掉重铸。黑市那里有没有什么消息？你看，老鬼帮我们画了张地图，度娘的熔银厂就在东郊10里山坳处。熔银厂是我们敲定度娘罪证的关键，姑母你联系鬼叔，安排人手盯住。
在什么时辰了？还有3刻，小姐。我余下的时间不多了。丹心，你身上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必须赶在宵禁前出城。山林里的机关虽然都已经布好了，但是毕竟要做这么大的事，要不要我陪着丹心一起去？不用，你今晚就负责在袁府外盯梢，看到曾轩出来，立即告诉我。好。啊，对了，袁绍成这个人危险吗？此人心术不正，身上有股邪乎劲儿。邪乎？再邪乎，还邪乎得过你？杜公，曾轩已死，这封信一烧，你便可安心了。有劳袁子成替我解决了这个麻烦。之前我对你说的那些话，你没有放在心上吧？下了朝，你我都是生意人，生意人心中自然只有生意。袁子成当真爽快，但你所图的，他不止这一间赌坊吧？杜郎中在乎赌坊，肯定也不会是因为齐君山给你的那点分成吧？你在户部身居要职，只要有人想求你办事，便去那赌坊输上一笔银子即可。慎言，那可不是我的赌坊。你还有何所求？一并提出。独木难成林，杜郎中背靠李氏，还望杜郎中日后多多提携。赌坊给你了，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义子。多谢杜郎中抬爱，不过义子的名分，我就不和齐君山争了吧。不过眼下，郑源的死还是得有个交代。那个元凶叶平安，你怎么看？我虽碍于圣意，不得不与他一起办案，不过也因此行事倒是变得更方便了。他想借更夫去寻找线索，不过被我借故阻止了。此人狡猾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依下观看，需斩草除根。少城先行告退。郎主，在叶平安离府后跟着他，确保他别遇上任何人。在子出时，再将他赶回政府，然后秘密报关他行凶。还有，让更夫晚半个时辰交报。报害朕。又做噩梦了吧？凝神香用了这么多年，竟也治不好你做噩梦的毛病。又快没了，我得赶紧给你调些新的。我这致幻药粉面霜是用完了，姑母改日出城，再采些草药回来吧。平安，你知不知道为何我放着无香平静的日子不过，却放着你带着担心做这么危险的事呢？因为姑母了解我。错，不是了解，是因为那些日子虽然安稳，可我却未曾见你真心的笑过。所以我想，也许只有你真正解开心结，才能自在。计划刚开始，
自然思虑的多些，往后都会好起来的。姑母这么担心我啊？可你年轻的时候痴迷巫术，不愿意学医，还自处踪迹，这胆子可不比平安小。所以只有姑母才会支持我这大不韪之举。平安，记住了，圣上那关你必须得过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将大不韪变成大可为。遵命。姑母，平安，袁绍成把曾轩给杀了。我整晚都在袁府外蹲守，未曾见到曾轩离开，直到偷听到袁绍成跟人说曾轩的尸首处理了吗？大哥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保管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辛苦大哥。这才知道曾轩已经遇害。今天就是背，都让他赢了。老大，刚收到独郎中密令，让咱们拖住叶平安。义父，都安排好了。人哪儿找的？有谱吗？信得过。这个郭义啊是个汉民，一点就炸，到时候闹大了，宵禁之前，叶平安入不了宫，就死定了。郭义，好样的！不走！诸位，我今天就是要替天行道，惩治凶手啊！就是他，咒死了我看病的外甥！别动！躲开！躲远点！不要看！叶平安是个祸害，骗大家的钱，害死人家孩子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郭义今天就要为民除害！你，郭义，这个名字，叶心怡呀，我被那个郭义咬了一口啊！他读点破书，考个破举子又咋的？他也就是个做脚夫的命。我就骂了他一句呀，他突然就像只疯狗一样就咬人呐！癫狂、易怒，有伤人倾向，他有狂躁之症，需先将他安抚下来。郭义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有伤害那个人的外甥，也根本没有见过那人，你信吗？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！什么一面之词？被你害死了外甥的大哥就在那边！大哥，大哥！这人呢？海公，封建手已就位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老实点啊！告诉他们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此人读过诗书，却当了小妇，同性弱者，对官员缺乏信任。郭义，你是个举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为了考取功名苦熬多年，可如果今日你因失手误伤了我，也会连累自己。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不就白费了吗？白费了如何？当了举子又如何？你根本不知道我吃过什么苦。郭义，孔孟之道，仁义为先，读圣贤书，行君子事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像个读书人吗？你本性良善，不要因为面前的困境而误入了歧途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好，大家散了吧。
海尚书，这郭义只是心绪不宁，并非故意伤人，还望海尚书网开一面。叶平安，今天真让我见识到了你这疏导人心的本事。日后海公若有用得到平安的地方，平安一定随叫随到。可以啊，这里比咱们府上还要气派。好，赵玉在，去找人把墙上暗影的东西给我扒下来，换上蜀纹。是。司城，方才安信馆有人带众闹事，但已被叶平安化解了。这肯定是度量那孙子出手了。我们既然上了度量的船，要不要帮他阻拦叶平安，卖个顺水人情？我看不必，他没有证据，待木谷生毕，他便难逃一死。郭义，你刚刚说前夜跟人争论时辰，是怎么回事？那晚怪得很，时辰过得特别慢。慢？从有证到亥证，我每日都捡4缸豆子和2个时辰，从未出过差错。可前天夜里，我按和往常一样的快慢抛捡豆子，却捡了5缸才听到打更。我告诉门房更夫打错了更，在册本上写下做工2个半时辰。你若想弥补今日的过错，需尽快拿来册本。好。平安，册本接着。我是新一叶平安，我要面圣。宵禁已到，1日已结，圣上不会再见你。来人，将此犯拖出去。鼓声未停，木国600声方节，鼓声未停，今日就未过。那又如何？你不过圣上金口预言，纵只剩须臾，今日亦未过。你阻我面圣，是要害圣上出尔反尔吗？你。没想到海一平竟然横插一刀，帮了叶平安。刑部查抄荣银厂着实蹊跷，所幸那批银子已经处理好，损失个荣银厂也算不得大事。牢里那些人，义父放心，他们绝对不敢乱说。您觉得幕后之人是谁？此事怕是与梅党有关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麻烦滚叔了。你们就守在这里，等于入网了。这个度量搞了通花里胡哨的把戏，想除掉叶平安，可他还是活下来了。此前是我低估了他，他卷入郑源案，肯定不是巧合。你查过他吗？已经查过了，却并未查出他的来历。更奇怪的是，我也查了他的姑母，此人混迹于下九流，并未入任何宗籍。那就对了，我估计啊，他也就是个被人收养的孤儿，查不出什么来历，正常。近些日子，来历不明的人未免也太多了。一个他，一个郑元府的侍女，肯定不简单。行了，每日思来想去的，你累不累呀？司城，出大事了！本应明日运抵圣都的8万军饷，在官道上失踪了。什么？
时辰到了。小娘子，你别过来！喝一杯。别动！幸亏遇见了娘子，要不然这大晚上的奴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哼，果真是个伶俐人，这么快就识破了我。人在恐惧的时候，手会发抖，可你没有。你是度量的人。剑夫子，听听多好笑。他说我是度量的人。郑源与我有旧怨，他被杀前几日，我派剑夫子一直在他府外蹲守，伺机寻找复仇的机会。直到他被杀当日，你的身影出现在郑府。随后，郑源府上便发生了种种变故。你猜会不会有人认为，这原本就是你布好的局呢？你的猜想很大胆，哪有你以身饲虎大胆？他本应该死在我手上，都被你抢了先。为什么想他死？你为什么想他死？你来找我，无非是想与我合作。既然要与我合作，又何必多番试探？你说的对，所以你还不赶快告诉人家，你这心里都想些什么呢？我不管你什么来历，找我合作却不听我的，那我根本不需要你。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吧。我在万国乡那些公子哥身上，可能打听到不少消息。通泉，御史案，现在开始，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。那我可要领教一下你的本事了，万莫让我失望。醒醒！快醒醒！快走！快走！这边着火了！通泉县，这个地方听起来有点耳熟啊。通泉县，此地离圣都并不算远。10几年前，就是在此地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御史案，主犯正是当年的监察御史于谦。经查，前监察御史于谦贪赃枉法，纵火杀人，物证俱全，杀了他！罪大恶极。今判于谦及家眷共37口，斩刑。行刑！那个于谦可谓是臭名远扬啊！他为了抹除奸淫民女的罪证，杀了不少人灭口。我们也从童谣想到了御史案，就找当地人来问，他们都说，
那于谦被满门抄斩后，就成了恶鬼，去世被他烧死的女子冤魂，飘荡在山间害人。巧了，君想途经此处，此处便闹鬼。依我看，怕是有人想借御史案来故弄玄虚。这君想消失跟鬼怪之说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亥时行至此地，山中忽然起了大雾。速度快点！这雾怎么越来越大了？不会真的跟那童谣说的一样吧？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继续走。把火把举起来！我不知怎么回事就晕倒了。我们醒来的时候，军饷连头押运车都不见了。这还真是鬼呀！再提鬼字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押运队在亥时昏迷，寅时左右醒来，这中间不过几个时辰，所以贼人肯定还来不及抹去痕迹。顺着车辙往前搜。走那边。快走！就是那个蝴蝶吊坠。人的这块玉，你与我们可以算作故人，御史案的故人。我们相遇之后，决定要在圣都等待时机，直到圣上登基，圣上决心革除贪渎。我们觉得机会终于来了，只有借助更大的力量，才能让度量和郑渊这些恶人受到真正的惩处。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，你都猜到了，军饷失踪也是我们计划中的一环。度量本就贪污了部分军饷，正好引风吹火，让火烧到他身上。那你再讲讲，是如何将军饷从押运队里偷出来的？官道离上一个驿站太远，若想今日将所有军饷送到圣都，押运队昨夜就得赶路。这几日山间必起大雾，碎天使。采莲熟悉山中的风势，他将迷烟混进雾里，押运队很快被迷晕。我们的人藏在山中，不会被任何人发现。这就是鬼，下三滥的招，点了迷烟混在雾里，这群蠢货还大喊大叫，越是激动，吸入的迷烟就越多。倘若没有童谣，让他们掀乱了心智，他们也不会自乱阵脚。我倒是觉得此招甚妙。还等什么？搜山，任何可疑的地方都不要放过。是。慢着，此处的压痕也不对劲，押运车上满载着军饷，为何这压痕如此之浅？也许他们是分批转走。我只是不想让立功扑一场空。不在山里，还能在哪儿？这么短的时间，如果是我，不运进山里，倒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。试一试，咱们还往山上追吗？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万一他是对的，这份大功不能被他独抢。跟上，看看他想干什么。是。你们没有把军饷运进山？山路的压痕难以掩盖，带着那么重的军饷也跑不远。况且，来查案的人里，有一个十分棘手。谁？袁绍成。军饷失踪，大理寺一定会介入此案。
芒沟，圣都最贫困的地方，许多没入贱籍的人没有了主家，又遭人轻视，就聚集在了这里。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是贱民。袁绍成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脱了贱籍以后，成功当上了官的。这个袁绍成可真不简单。哦，对了，我听齐君山的手下说，齐君山突然将义泰赌坊分给了袁绍成。看来袁绍成攀附上度量之后，收获不小啊。齐君山手中的饼被袁绍成啃了一口，怕是不会甘心啊。你跟袁绍成交过手，你觉得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心够狠，城府够深，他的手腕非常人所能及。他才是我们在军饷案中最大的劲敌。所以我们听平安的，将军饷藏进了河道。那他会不会也想到了这一点？哈哈哈哈！我怎么就信了你的邪？在这里浪费这么长时间，足够他们跑得没影影了。袁绍成，我现在怀疑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是御史，慎言。儒学巡养也不过如此。案子袁嗣成还是站远点，当心水湿了你的鞋。所有人给我进山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是。我去打探过了，现在负责军饷案的，除了袁绍成，还有酷吏厉俊。厉俊为了往上爬，可以出卖任何人，他可是条疯狗。之前你让我们在淤泥上撒云母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原来你是故意要让袁绍成栽跟头，这样他就不会一直盯着那条河道了。还有，如今战事虽歇，但仍要抓紧时间，尽快完成计划，让朝廷收回军饷。如果真将军饷藏进山里，反而不好办了，所以只能另寻他法。丹仙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让霓裳这种我们还不熟悉的人参与计划不够慎重？一开始我确实这么想，不过我跟你不也是从不熟悉到亲如家人吗？这些年我们三人历经风雨，但谁也没想过放弃。平安，你放心，做事若瞻前顾后，不能杀伐决断，事难成。你以身入局，甘冒生死之险，我陆丹心愿做你手中最好用的刀。这块肉也太大了，我要不了那么多，再切一半吧。好。我是想要你切一块大的，一块小的，我要小的那一块。好。哎，这块小是小了，但部位又没那块好啊。切这儿，这看着挺好，这块吧。哎呦，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还做不做生意啊？老板，这块肉我要了。他要了。包好了，送过去。好嘞。黑仔，看他啊！还是你这个瘟神好使啊，什么凡人精都能被你吓跑。东江那边怎么样了？今夜要起大雾，是把军饷转移出来的最佳时机。但是河道那边目前还是有人在守着。谁的人？袁绍成。厉军入山搜查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袁绍成却没去。行，我来想办法。嗯，拿着，走了。干什么？别碰我黑仔！采莲姑娘，给我来1斤肉。好啊，70文。涨那么多？这盐价都飞涨了，我这猪肉还不能涨？你买不买？不买别挡着我做生意。买。这块够吗？行。今天谁惹上你了？火气这么大？你别管。喏。谢了。采珠姑娘。什么猪？呸！哪天我非毒死你跟袁绍成！
母，你是？真没想到，你这医馆的陈设还挺别致，就是和四周相邻的铺面有些格格不入。久闻叶心怡医术过人，我今日来就是想让你替我也瞧瞧。那你这边请。你有何症状？没有症状。没有症状，为何求医？你的名号如今在圣都之内无人不晓，我就是好奇，你究竟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手段？我懂了，这就给你备药。这是什么？你喝了便知。这药酒除了口感粗粝，我没尝出什么特别之处。我这可是对症下药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好，此方甚妙，深得我心。叶心怡果然名不虚传。圣上口谕：军饷一案迟迟无进展，朕心不悦，今敕封新一叶平安为掌心使，有协从办案、便宜行事之权，以医心之术，多多治病。民女，臣谢主隆恩。起来吧。原来是圣上跟前起草诏敕的武舍人，刚才唐突了，还望见谅。你是如何得知我身份的？能为圣上传旨，又如此气度的圣都贵女，唯有一人。只是我也没想到，刚才武舍人竟如此爽快地喝下我那杯粗酒。我没有喝不惯的酒，粗酒也好，佳酿也罢，有多少价值，在于为我斟酒的人。好啊，我对你真的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袁思成还是先对案子上点心吧。侍御史在那边忙着搜山，你却不慌不忙地待在河道边，就不怕功劳旁落他人啊？我倒是想听听这新官上任的长新使有什么见解呀？既然他们将军饷藏进山里，是如果。好，是如果。如果劫军饷的人将他们藏进山里，那随时都有可能被山中的百姓发现。那可是8万军饷，可不是随便就能藏在几片树叶子底下的。既然想藏得隐蔽，那就得事先挖好藏银处，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，需要的人手也少不了。我当然是有了线索才来见你袁思成啊。我跑了趟黑市，打探到前段日子有人雇了一批石匠进了你前面那座山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什么人雇的石匠？黑市的规矩，只闻银钱声，莫问求是人。不过我打点了黑市的衙人，让他标出了石匠们可能藏匿的地点。石匠们进山这么久，一定会留下线索。
我们只要顺藤摸瓜即可。你人还挺好的，有了线索还给我。新官上任，不能负了圣上的隆恩啊！只可惜我两手空空，只得倚仗袁嗣成你费心结案了。若是等到论功行赏那一日，还请袁嗣成别忘了在功劳簿上也给我添上一笔。你这功夫没白费，谢谢。别客气。走。文宇，将这个交给厉俊。是。走。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啊？搜山这会儿这么累，我还是好好的待在官道边上吧。说不定什么时候人家想通了，把军饷又拉回来了呢。行，那就不耽误你了，祝你好运。嗯。要饭，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苦伶仃的瞎老头吧，大老爷，大老爷，可怜可怜我吧。土好啊，有土就能长庄稼，有庄稼吃，人就饿不死，饿不死就能干活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不，好，哎，他猜错了，他错了应该怎么办呢？罚他去举水桶，不够2个时辰不许放下。对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这是冯家的大公子，回头给他找一个能捞油水的闲差，这个赏你了。谢郎主，快点。另外一个呢，给他送到县广平那儿去调教。跟着县将军在羽林军可少不得吃苦啊！年轻人吃点苦好，过会易折。是。哎，我听说圣都风风雨雨的传说一个能看见梦的女人。没错，她搅进这浑水里，却凭窥梦之术讨了圣上欢心，躲过一劫。同样是梦，傅生君栽了跟头，她却得道了。你真以为傅生君栽跟头和他得到是因为梦啊？啊！恩师，有事啊？哎呦，恩师啊，这军饷一事，恩师怎么看？现在每双眼睛都盯着军饷。是。这件事呢？打先锋的是酷吏和大理寺，你等着看啊！事过之后，一定会有人升官，有人遭殃。这军饷关乎民生边防，就怕有人为了要功劳，贪功冒进呢。你不用着急，如今战事暂歇，这军饷丢失几日，说不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武也好，礼也罢，都是士族出身，有的时候休养生息不一定是坏事。那就放任不管吗？还请恩师赐教。你记住一句话：有的时候无为才是进。有些人着急，急就容易错。等着瞧吧。
找了半天，君相有什么新消息？暂时还没有。义父，这袁绍成能信吗？他能把把柄交到我手上，就是图权，有所图的人都好对付。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个道理，他还是懂的。那当然。眼下当务之急就是盯紧袁绍成，等他一找到军饷，我就能上报立功。小心埋伏！机关越多，说明我们走对了。接着搜。是。试试，前面押运车的压痕又被分成了3条，咱们走哪条？试试。袁嗣成送来的地图。别跟着压痕了，山里这几处地方挨个搜。是。袁绍成再不离开河道，时间就来不及了。我带人去河道，把袁绍成引开。你可别冲动。平安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不是跟度量一条船吗？那就把这条船砸沉。度量为人贪婪，既贪功又贪财，而齐君山则是个急性子，争强好胜，对袁绍成早有不满。咱们从齐君山下手，让他发现袁绍成有私藏军饷的嫌疑，放狗去咬狗。快点啊！大哥，你看这，喝了不少啊。失踪军饷由袁氏觅得，私藏义态赌方，有迹可查。谁给的？啊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要是再贪杯误事，我把你嘴缝上。知道。大哥，不过这袁绍成最近很受郎主青睐。谁敢觊觎我齐君山的东西，我一定送他入土。说到做到，我们最讲诚信了，对吧？对。叫上人，抓老手。老大，搜到了军饷。思成，我弄了些吃的，吃点吧。什么事这么好笑啊？没。你从上次打猎回来之后，一个人没事儿就傻乐，是看上哪家姑娘了吧？上次打猎时，我在林中竟然看到一个女子在驯鹰。后来回到城里，我在猪肉摊又遇见她了，我就经常去她那买肉。怎么，你也想当条猪五花，让她给你提油？思成，你也会开玩笑了。这事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但是我怕我不同意。我的命是你救下来的，你说我以后也算袁家人，袁家人不能被人欺负，不能做孬种，不能不齐心。
你把我带进大理寺，给了我尊严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是不会。尊严不是我给你的，尊严是你给你自己的。你刚刚也说了，我们袁家人不做孬种。既然如此，你去跟那姑娘直接表明心意。她若是愿嫁，这门婚事，日后我做主了。司城，谢司城。好了，丽君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司城，司城，司城，齐君山带人砸了我们的赌坊。什么？带上所有兄弟，立刻回去，通知古叔，芒沟也要提高警惕。是。撤，撤。杜郎中，请你去。这种感觉难得体会一次了。不想吃苦的话，就说出来。军饷在哪儿？军饷，军饷，你为什么要问我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军饷藏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及时包扎的话，用不到1个时辰，你就会蓄劲而亡。你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了，喝芒沟的水长大，吃别人剩下的残羹剩饭。就算这样，也得像老鼠一样拼命地活下来。但我生下来就是老虎，你这老鼠怎么跟虎斗？我一伸腿就能把你踩成一滩烂泥，你还没明白你惹的是什么人，我能让你生不如死。军饷，齐君山今日砸赌坊，为的就是这个。其他的在哪儿？说出来，少受点苦。杜公今日私下审我，是觉得能从我这儿捞功，还是觉得你口袋里那5000两不满足你的胃口？我若真有军饷，为什么要将其中一锭藏于赌坊，等着人来搜？有军印的军饷，本就无法在市面上使用，我为什么不扔掉它？那这军饷现在谁都找不到，怎么偏偏你手上有？你想说被人栽赃，人家为什么要栽赃你？杜公先别急，你仔细想想。他们栽赃于我，正说明他们怕我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如今只有我才能找到军饷，所以才挑拨我们的关系。你有线索？杜公叫我留在此多待一会儿，恐怕什么线索都没有了。要像你说的那样，他们这么看重你，我给你几天。5日足矣。今日的教训很深刻，何况我也无路可走，只是
希望有朝一日多功升至侍郎，能少待着我点。算你小子聪明，识物。只是还有一事，还望督公告知。启君山是怎么知道我毒方里就一定会有军饷呢？少城，司长，少城，这谁干的？快，搭把手！来了，闪开，闪开，水来了！围这么紧干嘛？还让不让人喘气？闪开！别瞎嚷嚷，死不了。少城，认真点儿。贺生，我来看看他的伤口。大伙儿先出去吧。少城没事，快去吧，走吧。说吧，谁干的？度良。度良，他不是跟你合作吗？这老狗怎么还对你下手了？合作，互相利用罢了。终有一日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七郡山，他敢下手玩阴他，这口恶气绝对不能这么算了。这伤口虽然不大，但也颇深。你们若还是想要找人报仇，也要先掂量好自己的斤两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风凉话？你弟弟不拿齐君山的赌方，不跟度良那种人牵扯不清，怎么会闹成这副样子？我。怎么还把喜服拿出来了？你们两个上战场那几年，我跟自己说，如果你活着回来，我就穿上喜服嫁给你；如果你死了，我就穿上丧服去接你的尸骨。我这不是好好的活着回来了吗？是，你是回来了，回来以后你也变了。你弟弟变得更多，他以前常说要让芒沟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可现在却以贪官为伍，一心想变成权臣。我是他大哥，必须要护着他。我们兄弟间不分你我。行，你兄弟我不管。倘若有一天你像他那样回来，我不会为你掉一滴泪。白生，相信我。就知道你还没睡着。我以前睡不着的时候，阿娘就这样牵着我，让我安心。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。认识这么久，第一次听你提起家人。我阿娘年轻的时候，从南闯北，有了我，才安顿下来。我印象里好像从来没见过阿爹，但是阿娘对我很好，她总说，人一定得明事理，所以她攒了一筐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，去给我换了人家的旧书，我才能读书，
仁子，那时候的生活很简单，但是也很开心。后来我阿娘就病了，我上山去给她采草药。我走的时候，阿娘还冲我笑了一下，她还冲我笑了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。不说了，怎么又提起这些不开心的事了？今晚有我牵着，我保证，平安一定能睡个好觉。人呢？走，这边。看来，你今日等的病人，恐怕是来不了了。本医馆不治跌打损伤。叶新一呀，叶新一。 你可是给了我好大一个惊喜啊！万国乡有人知道军饷的下落，还巧了，那人恰好就是你要等的病人。原来袁思成是来我这儿治疑心病的。那我这病何药可医呀？ 得罪人，你让我少得罪人，那郑源和杜良，谁又得罪过你呢？郑源案，圣上已有定论。杜良，没见过。我还不曾问过叶新一。 曾经在哪里生活？为何要来到这圣都呢？家在吴乡，后来四处游医，久闻圣都繁华，我又爱才，就来了。没去过通泉县？没有。好，那我换个问法。 你听没听说过这10多年前的御史案？
试试。属下在前面发现一个山洞，有生火做饭的痕迹。这办法准，我一定让他们尝尝被人质的滋味。我走。是。御史案可是个大案，老百姓谁不知道啊？哼。那你对当年的监察御史于乾有什么看法？我能有什么看法？那于乾丧尽天良，他出身通泉县，虽在圣都做官，但经常回乡视察。直到有人告发他掳掠民女，还搜刮民财。为了掩盖罪证，他杀人放火，终究还是没逃过制裁，被满门抄斩，遗臭万年。袁嗣成怎么突然提起此案？我就是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：当年通泉县卧虎藏龙，杜良和郑元此二人都是从通泉县被提拔起来的。如果他二人当年与于乾有勾结，却逃脱了罪责，又如果当年御史案的受害者活到了今天，你说他们会想要报复吗？袁嗣成的猜想再大胆，也是口说无凭，不是吗？你让人在赌坊栽赃我，而我抓了你的人，你觉得咱俩谁的损失更大？把军饷藏在官道旁的河里，再在河道另一处撒上这云母来混淆视听，吸引人的注意。妙啊！袁嗣成能消消气了吧？杜良刁难你，我倒觉得你的机会来了。他从未信任你，即便你找到军饷，也难逃一死。和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有点意思。说说，那8万两军饷，你打算怎么花？原本要运去黑市藏起来，现在有了你，就有了更好的地方——芒沟。行啊，谁都想不到，这本应运进圣都的军饷，就一直在圣都。我还以为你会再考虑一下。我不会将这军饷交给杜良的，况且丽君很快就要发现他被人给耍了。你这不也没给我时间考虑吗？此时有人比我们更着急。少成啊，刚才话说重了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，没必要这样逼自己啊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大概8、9岁吧，我太饿了，我只不过是吃了官爷掉在地上的肉末，那人就要将我送进监狱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贱民命贱如草，我阿爷当街给人磕头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磕得头破血流了，那人才同意放过我。再后来，他为了让我和大哥不再是奸计，去参加龙门3立舞。
阿娘身体本就不好，阿爷死后她重病一场，也走了。安狗的百姓活着的时候，像烂泥一样被对待，死了没人再看一眼，把尸体堆里一扔，分不出谁是谁，就像垃圾一样被烧掉。空气里焚烧尸体的味道，到今天我都忘不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学到了很多道理。不论我怎么爬，我在世俗的眼中，只能是任人践踏的老鼠。如果我不想让人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就要先将他们踩进脚底的淤泥里。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这些老鼠是如何让他们脚下的大地颤动的。不中，我一定会让这里的人都过上好日子，家家户户皆可安寝，一生无虞。若不是来到这里，根本想不到圣都还有如此破败的地方。你现在看到那么多木屋，还都是4城找人盖的。我们小时候很多人连木屋都没得住，就只能挤在马厩里睡。轻壮的把位置留给小孩和老人，有块遮身的布就不错了。难怪会有盲沟人去打龙门赛。你看过龙门赛？没有，听说过。霓裳，看来事情办成了。袁绍成已经上了我们的船。平安，我打探过了，昨夜万国乡周围多了很多大理寺庵探。担心，你通知霓裳，让他把袁绍成引过来。你们一锤子砸翻了都梁和我的船，还把我砸得浑身是伤，我可不得上你的船吗？告诉你，我很记仇的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你一看就是个小人。5年之后再说吧。切，失踪久了容易惹人生疑。你们赶紧吃点东西，我待会儿差人将霓裳送回万国乡去。多谢袁嗣成，我自己送就好。行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你们2个倒是挺像的，都喜欢与虎谋皮，一个比一个贼。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？可是跟他合作，靠得住吗？反正都在一条船上了。不过度量归顺李氏，我们要想盯死度量，还需要一个人。你想找谁？吴显儿。这个人我在万国乡倒是见过，好像是在与人幽会。谁？齐君山。是吗？回家里喝酒啊！待会儿给我多喝点啊！切。来人，添酒。告诉花娘，万国香的小菜该换了，同一道菜吃上3回就不新鲜了，要常换常新。幸好，这是50人第2回见我，否则50人就要觉得我不新鲜了。不对，
你上战鹿殿念圣时，我就见过你。今日正好是第3回，所以你要好好想想，怎样才能留住我的兴趣。兴趣？我刚刚想了个法子，让齐君山的手下跑来报信。大哥，义父知道我在万国乡，正赶过来找我，我得赶紧回去拦住他。要是让他知道我与你在一起，就糟了。我先走了。50人别多心，我不过是刚巧碰上了，倒是希望没有扫了50人的兴。怕度量的是他，我可不怕。唉，我给50人倒酒，不管是不是佳酿，50人都肯喝。我以为对于50人来说，我是那个特别之人，这才巴巴的跑来。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我就喜欢你这厚颜无耻的样子。好了，直说吧，你上我这儿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在查郑渊案时，查到了度量私吞的部分军饷，奏禀圣上后，圣上却未示意我下一步该如何做。度量胆子真够大的，军饷都敢私吞。度量见我从郑渊案中抽了身，还有了使职，就将我视作了眼中钉，可把我愁的呀。所以就上这儿请教我来了。我既然姓武，就更得摆正身子，免得让人说武士与李氏不睦。这事儿我帮不了你。我明白了，那今日就当是我来蹭蹭50人的好酒。虽然我帮不了你，但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人。谁？你去海夷平府上带去我的口信，就说他那珍珠粉我用着不错，让他改日再送我一些。多谢50人指点。懒猪，日上3竿了还不起啊？哎，你看看你这药囊都磨旧了，你说吧，喜欢什么图案？我给你做个新的。洛神赋、不辇图、百兽呈祥。我看你像百兽呈祥吧你。我姓叶。那你绣个叶子吧。叶子，叶子好，就算凋落了，也能滋养土地，来年还能长起来，生生不息。那就等着吧。